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以我家来说，因为3只毛小孩主要活动的区域都是在客厅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在客厅帮他梳毛。然后我洗完手也会在客厅擦乳液，我先生也喜欢在客厅剪指甲。那这些很零碎的东西，他们其实无法再做更细的分类，所以我就在客厅会用一个收纳篮放在茶几的底下，那里头就是我们必须要在客厅使用的物品。那如果像有一些人家里头不一定有茶几在嘛，他也可以像使用推车啊，或者是另外使用覆盖的收纳盒收到电视柜里面。其实有很多种选择。如果有些人不喜欢客厅有过大的茶几，甚至有边桌太多家具的话，那也可以选择那种沙发旁边有收纳挂带的款式，那也可以很轻易的收纳遥控器。总而言之呢，收这些客厅的小杂物没有一定的标准，但是前提就在于你如果会在这个空间使用这个物品，那就要想尽办法把你习惯性用的物品放置在这个区域，这样也比较能够养成随手拿取随手放回去的习惯。比方说像夹菜的夹那个餐盘的夹子啊，或者铲子啊，这些东西可以去用一些挂网，或者是说现在有很多是直接站立式在流理台上面的收纳用品去摆放。那如果有人要挂很多怎么办？我也有看过有人是厨房稍微大一点点，也许在流理台的对面的墙面，他直接就做一支吊杆，好去处理，那这样他一转身就可以拿到他要的物品。所以好的收纳整理是要贴近个人习惯的。好，那至于什么东西是应该要放在上层，什么东西应该要放在下层，其实比方说像锅子这种东西好了，如果是控制一定的数量，最好是可以放在瓦斯炉的下方，因为他要煮饭的时候从它的正下方去拿取会比较方便。水槽的下方可以放一些，像是如果有人就有装那个净水器，它可以放一些下一期要更换的滤芯，或是整个厨房的清洁用品，它可以用一个收纳篮去做一个这样的摆放。那至于其他的小工具，像餐具，如果厨房是有设计小型的抽屉，可以搭配像餐具盘这些东西去做摆放。如果你把你整个空间划分得很清楚，什么类型的东西就应该要在什么样的位置，然后用那个位置的空间大小去规范你的数量，就只能这样的话，那如果你可以做到这种程度，当然你的厨房很容易就可以永久的保持干净跟整齐。需要折的衣服，比方说像一般 T 恤、外出的裤子、牛仔裤这些等等，或者是贴身衣物，如果要折，那你的家里头收纳衣服的空间是抽屉、是拉篮这种情况下，那么呢，这些需要折的衣服可以用直立式折法。那有些人他说，可是我家都是层板怎么办？层板的话，就当然不适合直立式折法，除非你层板另外去买合乎你层板尺寸的收纳篮或收纳盒。那层板加上没有盖子的收纳盒，它就会形成像是一个抽屉的使用状态。那当你加入了收纳盒之后，那你就可以再度的使用刚才我所说的直立式折法。平折的话，尽量就是挑一些像是针织类、毛衣类，比较有点厚度的、有点硬挺度的。然后呢，不要叠太高，稍微要分散一下，再进到这个平折的空间。那如果你其他需要就是比较软的衣服也要这样子做的话，还是要去买刚才我说的收纳篮。那你也可以用卷的方式放进那个篮子里面，都会比较好拿取。那如果说他家里头有另外的层架，或者是衣柜的上方有闲置的空间，他就可以用所谓的换季的收纳箱，把换季的衣服放置，然后移到一些比较高处的位置，就是比较不好拿取的位置，然后隔了一季之后再跟目前衣柜当中当季的衣服做交换。因为我旗袍很多，洋装也很多，那我不是那么喜欢折衣服，所以呢，我的吊杆就做的比较宽一些，而且我都有把它规划好，比方长洋装的区域、下摆的区域、旗袍区，然后呢，上衣需要吊挂的在左边，在上方，然后下摆在它的下方，另外右边是冬季的上衣，下面是冬季的外套、薄外套，最右边是冬季的长大衣。
然后行李箱在整个系统柜的最上面，所以我每个区域划分得一清二楚。每次就是使用完、洗完了之后，就让它回去原来的地方，所以非常的整齐干净。最后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，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。